哪来的这花子？你赔我一刀！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就是你弄坏的，就是你弄坏的，你还不承认？赔我一刀！你们怎么欺负人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没事吧？这小这花子把我的鱼灯弄坏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当什么大事？我都给你，不许再打人了。我们走。谢谢你们，等我回去找我大哥要了钱，把一个鱼灯赔给你。你若真想谢我，你也帮我一个忙吧。正值中秋佳节，黄大人莅临寒舍赏光，是我李氏全族之幸啊！来，大家举起酒杯，恭迎黄大人！恭迎黄大人！早闻老夫人治家有方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名不虚传，气度非凡。黄大人见笑了，我父金泰、长子景元皆已离世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不过是操持些内务罢了。黄大人，此番李默夺得贡墨殊荣，仰仗的全是磨坊中的各家子弟呀。李默传承100年，我听闻李家长房到5房，已不在墨业之内，唯余6房、7房、8房，延续墨业香火。现如今，李八爷乃当世无阶之首，相信李默定会昌盛延绵。这儿呢？这个瓜好奇怪，扁扁。这个瓜也是。有人来了，你们快跑！你们干什么呢？偷瓜呢？妹妹，快走！我们这叫摸秋。大人是叫摸秋，你们这是偷瓜，别走！你们站住！站住！哎，小心！往这边走。哎呀，你的手臂受伤了，得立马止血。本官今来，一是来贺喜，二想提醒八爷和七老夫人，既然送贡墨进京的日期已定，那就务必提前做好安排。贡墨能够安全进京，才算是功德圆满。这个酒凉得很，我去后厨嘱咐一声，免得大人嫌我们招待不周。有劳你了。没有人，过来吧。过来吧。此次送贡墨进京，我心中已有盘算，多谢大人提点。黄大人请。好，李默传承数百年，靠的便是合族一心。8房景福，我儿景琦，6房景东。此番送墨进京，交由尔等兄弟3人共同担负，你们需同心戮力，恪尽其责。贡墨送达之后，盼你们早日平安归来。是。老夫人安排得如此稳妥，本官也就放心了。此外还有另一件事，我掌管李家多年，也到了该含饴弄孙、颐养天年的岁数了。我儿景琦待你送贡归来，为娘便把李家族长这副担子交到你手里，望你加倍努力，不负所托。是，娘。届时双喜临门，若是黄大人得空，请前来李氏族长更替大典观礼。好，如此大喜之日，我怎能错过？来，哎，你等我研好墨，就给你涂上。墨还能治伤？我竟从未听说过。这块胭脂墨是我爹为我治来应急用的。
能只选消肿。你那伤口有些深，涂了恐怕就再也洗不脱了。疼吗？不疼，一点也不疼。如此，应该不会有大碍了。这块胭脂末送你，你再涂上2次，便可大好了。拿着吧。多谢。你看的书，都和我哥哥差不多。你还识字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叫花子。你家也是做墨的吗？以往我怎从未见过你？我叫骆文谦，我爹是骆寒章。哦，你是骆家的。我自幼养在京中，父亲让我读书做官，可我不愿意。那你喜欢做什么？将来要以何为志业？我不知道。这还会不知道？世人总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啊。我爷爷爱织墨，我爹爹爱织墨，我也喜欢墨。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的织墨大师，让整个徽州的人，不对，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。我相信你。我去前面拿点吃的，你在这等我。你给我站住！侄娘，又上哪儿魂玩去了？看耍香龙呢。看耍香龙，脸上弄这么脏。娘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娘不管你玩耍，但是不可以撒谎。等中秋过后，他们便可动身进京。欺负我！你还打我呢！哟，谁打你呀？你娘舍不得打你的。哎呦，我的小皮猴啊，去哪儿玩了呀？这娘快下来！七祖母要和大人们谈正事，哥哥们不听话都要被骂的。七祖母孙辈那么多，便只有我一个孙女，我是七祖母的宝贝，七祖母才舍不得骂我呢。李墨夺魁是大喜事，宋墨上京也是要紧大事，但你们大家千万别忘了，李家的族规，凡吉庆团圆日，必要教考墨学，以记李氏制墨传家之序。前面有4方墨定，看看谁先来闻香辨墨。正师啊，你先来。快去。我不知道。滚回来！你不要骂他，你这一瞪眼，他哪还能再变墨呀？都吓傻了。正良，该你了。去吧。我也辨不出。蠢材！你冲他瞪什么眼呀？你一瞪眼，他还怎么变墨呀？哥哥，我帮你。这块墨里有贝香、乳香，定是骆家近几年卖的最好的白玉光。这方有梅花、桂花入墨，定是有墨中君子、产功折桂寓意的陈家世子墨。这个药材味极浓，细闻有麝香味儿，这定是绛云山墨。这方墨是我顺手从外面带回来的，不是什么名墨，他认不出来也在情理之中。我想起来了，这
这块墨我见过，这是田家的墨。爷爷说过，田家这1-2年虽也开墨坊，用的材料也不差，但却没有下功夫研究是如何制墨，所以做出来的墨总是乱七八糟的。哎，季总母，你练的可对。哎呦，真丫头可是太聪明了。不要再夸她了，再夸就上天了。哎，这哪来的小孩？过来过来，你别乱跑。哎呀，你们看看这。七祖母，这是我今日才交的新朋友。哦，真娘，不认识的人不能随便往家里带。你看这满脸脏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流浪儿呢。他不是流浪儿，他叫骆文谦。骆文谦，你是骆家的二公子。站好。犬子扰了你们的喜宴，真是失礼了。是我教子无方，明日我定会派人来，再送一份谢礼。没什么扰不扰的，小孩子们闹着玩吧。骆老爷不必记挂在心，他难得回来一趟，就让真娘带着他好好玩玩。我愿意的。这就不必了吧？他功课繁重，不日就要回京，只怕是不再回来了。告辞。骆文谦，你等等。这盏鱼灯送你。谢谢。告辞。让你在家里好好读书，你竟然跑去李家与那8房的丫头混在一起，你是嫌你爹丢人丢的不够啊？少爷，今日中秋，我瞧外面热闹，想出去看看。把那给我，给我，听见了没有？给我在家里好好读书，回京之前绝不能出大门半步。爹，我不想回京城，也不想考功名。混账！再说一遍。爹，您看，我这儿又合了一方墨，怎么样？还不快滚！臭小子，这不是看过了吗？你也滚！好。那你喜欢做什么？将来要以何为志业？我喜欢在外面玩，没人管着我，能看看各地各处的热闹。那你和你家人说便是。可这也不算什么正事，我父亲定会责骂我的。那你可以和他说，将来要做一个走南闯北的跑商啊。我最喜欢听家里来的陌上讲故事了，他们去过好多好多地方，天地间的热闹都能见到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李默松动哥来了！那7房李景琦要接任李家族长啊！你的这是双喜临门。徽宗和会恭贺李默族长刚起大礼。
别着急，等会儿就来了啊！现在来，在七祖母的斗篷里暖一暖。来看看，徽州文会恭贺李默族长更替大礼，继往开来，千载流芳。多谢诸位了。哎，七祖母，你看船来了呀，船来了！快起鼓！锦旗没了！其实都是因为他，都是因为李景福。他贪杯，导致公墨毁坏，惹怒了官家。我们被提起，打入了大牢，日日酷刑加身。我的腿，我的腿。更可怜的是景琦，本身就体弱多病。又感染了风寒，他如何熬得住啊？幸亏黄大人不忍我李家受难，从中极力斡旋，罚我李默10年重税，我们才有命回来。这一切都拜他李景福所赐。李景福，是你害死的锦旗！你把锦旗还给我！你把锦旗还给我！你把江月，景福生性厚道，不会因为贪杯误事的。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，一定是有误会啊！误会！人都死了，还能有什么误会啊？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死的不是你？为什么？继父，你说句话，你是被冤枉的是吗？你说话呀，继父，你是被冤枉的。我不冤枉，我不冤枉。当夜是我值守，我喝酒了，可是我确实里里外外的都检视过了，才写下的。不知为何半夜走水，公墨尽毁。不管怎样说，是我监管不力，害得景琦枉死狱中，景东伤了腿，我愧对李氏全族，我有罪，我该死。
你该替景琦去死。不是这样，景福，爹，你这说句话呀，爹，你知道景福不是这样的人，爹，你说句话呀，你说句话呀，爹。老爸，今日之事因八方而起，我会给全族一个交代。请家法。请家法。爹，爹，爹，景福，你祖母，求求你别打我爹了！爹，不要再打了，再打就把景福给打死了。你要打就打我吧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说句话吧！儿子犯错，为人父者难辞其咎，剩下的由他爹来受吧。你们八方害死了景琦，大姐面子就像一笔勾销吗？金祖母，您不是最疼真娘了吗？他们说话都不算数，您只听真娘的话。娘，做归堂前呢，啊，谁也不能坏了李家的规矩。是李家的人，就要受李家的罚。那我就不做李家人了。八叔，今日之事如此难了，给六房七房一个说法吧。六哥，七嫂，我八房自知罪孽深重，无颜面对族中父老。我自愿从族谱出名。
也来了，我们的亲戚也没了，八方出族了。李默身为共选魁首，当行守护共墨之责。此番共墨进京之际，却因看守不力，致使共墨损毁。诏谕：褫夺李氏、共墨之权，由落墨递补供奉。钦此。谢圣上，谢谢大人。惠州墨业要变天了。八爷，八爷。八爷，八爷，金水惭愧，对不住大家。七嫂，往后李家磨坊七嫂费心了。老八，这些磨坊是你一生的心血，还是留给你吧。承蒙七嫂信任，这磨坊将随我入藏。
攒了一辈子的家当，就这么一下子都没了。娘，别怕，过几日我便去找光挣钱，定不会让您和真娘受苦的。正良懂事了。娘，我们以后去哪儿？我们先就近找个地方住下来吧。你爹这身体……爹，娘，你的东西。谢谢真娘啊！你们八方带走李家一条人命还不够，还想拿走什么宝贝？啊，这是我陪嫁时候带来的拆骨刀，这是我自己的东西，即使陪嫁了，就是李家的东西。身外之物，不要也罢。哎，咱们走。爹，走。景妹，景福，请留步。娘让我过来，给你们送些东西。这是给孩子们的，这是这是我给真娘、正良做的生辰墨，咱们李家小一辈的生辰墨都在七婶那儿保存着，亏得七婶惦记，又老了。景福，这是咱们先祖李平贵的画像，你把它带着。虽然你们已经离开了李家，但是娘希望你莫要忘记，你的根永远在这里。体妹，这是给你的。大嫂，谢谢大嫂。娘还让我带些话给你们，只要有饭吃，就有路走。挺住这口气，别灰心。你们住手！你们在胡闹什么啊？大哥哥在干什么东西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真娘家出了事，全家都被赶出来了。我想着我们家一向跟李家八房交好，便打算去帮忙。娘别误会，这些东西都是我跟仁华自己攒下来的，没拿家里头的。自己攒的也不可以，从前和现在不一样了。他们八房都除了族谱，出了本家，未来不过是一个落魄户。娘不许你去贴金。真娘与我和华从小玩在一块，可也没嫌弃过。还敢跟娘顶嘴了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我觉得昌儿说的有理啊。昌儿仁义，为父深感欣慰。荣华女孩子家就在家待着，昌儿，快去把你的心意送到啊，速去速回。好。站住！跑什么跑啊？啊！
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要出去啊？爹，我想去看个朋友。不能去。爹，我求求你了。正好看好了他，等叫马打点好了以后，马上出发。爹，往哪儿跑啊？哥，你把我放下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真有事啊？嗯。小年这事还挺多。说。那丫头的事。哎呀，这样，你看行不行啊？我要是打听出了那丫头的情况呢，我就给你写信到京城，行不行？当真？这事我骗你干什么？还有什么事？哥，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京城，也不想读书，更不想做官。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，没人陪我说话，没人跟我玩，我做什么都是错。爹和夫子，他们从来不对我笑。那要是有一天，爹冲你哈哈哈，你害怕不害怕？哥，我知道爹是为我好，可我不想做的事，就是不想做。那你想做什么？我还没想好，但李真说我可以当一个跑商。别人说了不算，这一个人啊，想做什么事，得问自己这儿真的想做才行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首先呢，你哥绝对支持你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但是你首先得知道自己想做什么。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？你得长见识。徽州地方小，京城地方大，那么多的人，哎，你总得知道那些人每天都在干什么，每天都在吃什么，每天都在想什么。等你都知道了，哎，你突然有一天发现，哦，原来我想做这件事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。哥，我想交更多的朋友，也想去看看更远、更广阔的地方。那我到了京城，要是没人说话，我就给你写信，好不好？别，我才没工夫看你那絮絮叨叨的信呢。哥，这样，我过一阵子呢，有批墨要往北送。我要是得空呢，我就去京城看看你。我才不要你看呢！哎，要是你不要我看着，你要谁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哥，我牙好像掉了。哦，还真是，牙掉了。按照墨行的规矩，这颗牙应该给祖师爷验看吧？呸！你又没学墨，你给什么祖师爷验看？上牙下牙？上牙。我看。跟我来。你哥我啊，从来不管什么规矩，照样把落墨做成贡墨。你也一样，全心全意的做自己想做的事，管什么家训家规呢？哎，有朝一日，你哥我一定要把落墨做成徽墨之首。你长大了，要真的从了商，你就帮着你哥，把骆家墨轩开满全天下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那咱出发。出发。少爷，快走了！
一家豆腐店，一间医馆，还有一处石滩。石滩老板叫水伯，他人特别好，跟爷爷还是旧相识呢。真娘回来啦！来，给你。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姐夫。大夫，我这症状要紧吗？病人本就肺痨成疾，身子亏损厉害，前些日子应该受了点苦头，加之思虑过重，催化了病情。大夫，您就说要怎么治？老朽医术不精，实在无能为力啊。要是能请来神医圣手薛老爷子，可能还有救。只是薛老爷子声名在外，非世家大族，怕是请不动啊。告辞了。娘，我去找七祖母，七祖母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我陪师娘去。来人了！大山门有人！正娘、小少爷，陈姑娘，你们怎么来了呀？有我爹得说病，需要七祖母出面请圣手薛老爷子，请你让我见七祖母一面吧。让我求你了，让你救救我爹吧。好，我这就进去通传啊！你们等一下。站住！不许去。陈家三爷已经把薛神医请过来了，应该无什么大碍。这个田绛月，心里攸关的事情，他竟敢这么做。薛神医，如何？齐老夫人、大少奶奶，晚了一步，若早能下一剂猛药，兴许还能挺过来。终究是来迟了。景福，景福，我儿啊。景福，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回一县吗？你说那是我长大的地方，你答应过我们的。景福，你要是走了，谁来照顾我和真娘还有真良啊？景福，爹，先生医不是都来过了吗？他一定能治好你的。景福，景福。
拿掉，我们就跟李家再也不是家人了吗？哪怕不是家人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，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？真娘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管不了别人。我们自己做事，要对得起天地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从今天开始，忘了那个家吧，这才是我们的家，记住了吗？好。好了，不哭了啊！不哭了。明天啊，娘就在这儿摆一张蚕床，咱们养蚕。等蚕宝宝长大了，吐丝结茧，就能给真娘做一身新衣服，再给哥哥换一双新鞋。但是真娘要帮着娘去采桑叶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还要在屋外呀摆一张凉床，秋天赏月，冬天赏雪，夏天纳凉，还可以看萤火虫。哎，你看那儿有一片空地，娘准备种一些青菜，再养一些鸡鸭鹅。哎呀，娘还在院墙外面种一些凤仙花，给我们真娘染指甲。娘，真娘想吃葡萄。好啊，那就在外面支个葡萄架，给我们真娘种葡萄。娘，你刚刚说的这些都能成真吗？当然了，一定能成真的，娘答应你啊。真娘，起来了没？早起来。真娘，桌上有俩煮好的鸡蛋，路上带着吃。哎，爷爷。上工了啊，来放着给我。哎呦，你去上工吧，乖。给我快真娘，快，让哥来。上工。爷爷，我来。你怎么还不上工啊？我还有一会儿呢。哎，去上工。哎呀，知道了。爷爷，娘，我出门了。哎，午饭不用等我了，我下午还要去绸缎庄上工呢。路上慢点儿，给水伯问好。哎，吴伯。哎，真娘出门啊？上工去了。啊。慢点儿，慢点儿。真娘来了。哎，早。早。水伯。哎，早。哎，早。哎，真娘。哎，早。真娘，来把那茶叶收了。好嘞。你今天看到了吗？十里红妆，好生壮观。这在徽州好像叫什么？半夫銮驾，您说的是吧？哎，对，就是半夫銮驾。哎，姑娘，这什么样的人家才能用这半夫銮驾呀？可有什么规矩啊？徽州女子出嫁会去夫家掘井，有财力使得上的，便有480件的半夫銮驾，图的是自家姑娘啊在夫家的一个底气，因为往后吃喝用度皆出自娘家，姑娘在夫家就不会伏低做小，仰人鼻息呀。店家，来壶茶水。哎，来了，水伯，我去招待。啊。客官，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的呀？要不您尝尝我们今年新上的鲜春？行，就来壶鲜春。哎。
客官，您是扬州人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扬州人？牛皮糖乃是扬州的特色，况且这扬州人啊，素爱喝荤茶，以咸食就茶水，这两者并在一起，并不难猜。小姑娘，你还真是见多识广呀。您的鲜春，泡一会儿再喝啊。好嘞。来，我帮您。哎，不用，我来。哎，打把手的事儿。谢谢啊。客官，您是做皮货生意的吧？可不是嘛，这些啊都是我从青阳进的货。要说这皮货生意，在徽州最大的老板是焦科，不知道大哥可曾拜访过？你说这个焦老板呀，我也知道，可他做都是大宗买卖，像我这种小商户啊，根本不放在眼里。我就算过去了，也拿不到货。我倒是有一办法，或许可以让您从焦老板那儿拿到货。此话当真？不过有些事情难以宣之于口。啊，懂，姑娘，给我来壶你这儿最贵的麝仙莲心。哎，好嘞，水伯，来壶麝仙莲心。来了。这个焦老板吧，他在城西有一个相好的半开门，这人呢也会经常顺带一些皮货回来卖，您不妨去他那儿看看。多谢姑娘。哎，客气了您，稍等。哎，好。收下。水伯，您怎么给我这么多呀？要不是你啊，我的麝仙莲心发霉了也卖不出去。那我就收下了。哎，收下。孩子啊，水伯多唠叨两句啊。你和田家新贵结亲，嫁妆怕是寒酸不得，家里可给你备齐了半副銮嫁。水伯，我不在意这些，嫁人，嫁的是人，又不是东西。再说了，我有本昌、娘、爷爷、哥哥，他们才是我的底气。说得好，我们真娘啊，底气足得很的。水伯也是我的底气。娘，给。哎，今天怎么比往日还多了些呀？今儿个上午通判老爷家做寿，吃醉酒的宾客不少，我来回拉了10好几趟轿，跟周家哥分了一半，再除去租轿子的份子钱，剩下的都在这儿。太好了！之前校尉家的媳妇儿生产，我就跟管家说好了，办满月酒时我去帮厨，也能挣一些。即便成婚的时候凑不齐半副銮嫁，日后也能补贴一些，必不叫真娘受委屈。对，爷爷，爹，爹，您这是？我真娘要嫁人了，我也得给她撑撑腰。爷爷，您从哪弄来这么多钱？趁咱要开新墨轩，我逼着他全用我打的桌椅和货架。他先把钱都付给我了，我这几天要去赶活，给他做出来。哦，娘，我去帮忙。照顾好爷爷。水伯，真娘在吗？啊，在呢。嫂嫂，谁叫你乱称呼的？讨厌！我的好嫂嫂，你对我那哥哥施了什么神仙法术？那日他去你家送笋回来，对娘嚷了又嚷，让他赶紧另下婚期。他自己倒好，就一头扎进那磨坊里，吃那儿住那儿，日夜也不见他出来。这么说，你都知道了？该知道的都知道了。我瞧着这时候铺子里也没什么人，咱们去收拾铺子，挑些头面啊、珠钗啊，到了成婚的时候好戴的。我才不去呢！一是这些年我已经攒了好几只了，够用了；二是
我现在用钱的地方可多了去了，不能随便花钱。你用那么多钱做什么？我给你算算啊，我们家屋子漏雨，我得修修吧。还有给我爷爷抓药也要用钱。我哥哥眼看着就相中了嫂子，怎么也给他留一点，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他不是？还有家里得有买蚕种桑的钱，给我娘扯一身好料子，她自己是万万不舍得买的。还有，真娘，你真厉害。这有什么呀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些年我们家艰难，不光是我，爷爷娘还有哥哥都是这样，细细打算，彼此照顾着，这才把日子给过了下来。怪不得哥哥打定主意要娶你。像你这样厉害的管家婆，怕是满徽州也找不到第二个了。不行，那我也得好好表现表现，要不然你嫁过来之后，怕是连我也要拐上了。思华儿，你又开始了是不是？看我碰的，你跑得还挺快。馋丫头，你爷跟你哥没回来呢，别偷吃啊！我这才吃了一块儿。真娘，本昌这孩子，每次来送东送西的，到如今，你怎么连劈柴的活都让人家给干了啊？可不是我逼他的，是他自己说的。我哥忙着上工没时间，非要跟着我来。这个给你。真娘，这是末行子女婚配时，将会生辰末视为盟誓。你我既已定亲，那我这生辰末自然是给你的。真娘，往后我定日随身携带，好好珍惜。我还有一事差点忘了跟你说，这是我今天找张主簿谈下的末单，只要完成这笔单子，我家的磨坊就能走上正轨了，往后也能叫你过上更好的日子。这么大的磨单，以你家现在磨坊生产规模，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？新的烟棚已经在造了，工期虽然紧，但为了你，为了我们往后的日子，我总要搏一把。不过你放心，虽然冒险了些，但我一定叫这笔订单顺顺利利的交货，再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。我等着。那我先走了。路上慢着点儿。刘大师傅，这批烟台成色怎么样啊？粗细不均，色泽各异，皆为下品。这怎么可能？点烟工序简单，上手都是磨坊的老师傅，原材料也是我经过重重筛选，我亲自监的工，不可能出问题的。
一年之间，这问题出在哪儿呢？这新严棚的修建，你们可是严格按照工法处置。哎呀，都是按照落墨、大棚尺寸等比建制的。这就怪了。若是严格复刻骆家大棚，那不应该接着下品的。刘大师傅，不如我们再烧一批人来看看。这个磨坊有一批单子等着交货呢。不，哎，你怎么说来着？跟张主簿家订的这个单子何时交货？1个月后，500挺中品墨。1个月？田掌柜，按照现在的进程，恐怕很难赶得上了。我问你，如果逾期交货，几倍赔付？10倍。10倍？怕是把咱们整个磨坊全盘抵押都不够。咱们家现在只有一条路能走，那就是求求文松少爷。咱学的就是落墨。还有，骆老爷啊，最近从京城来信了，同意骆大少爷跟咱们荣华的婚事。荣华的婚事？这个你不用管，只要咱们如实相告，他未必不肯帮忙啊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姑姑，文松来看您。何事找我？姑姑，我正在用新得的千年松岩梅研制上贡新墨，可是和墨一直不成，前来请您赐教。小时候，该教你的都教过了，没什么好赐教的。这上贡新墨一事，关系到咱们骆家未来的前程兴衰，您能……别说了。我帮不了你，姑姑。骆家现在我掌事，上贡新墨若是研制不出来，这往后骆家在徽州墨业如何立足啊？我求您了，您帮帮我。自我守望满寡那日起，骆家与我再无瓜葛。你走吧。您不帮我，我就不起来。你若还不走，以后再也别来了。少爷。大少爷，田家父子又来了。来干什么？他说您教的寸法制棚出了问题。我教的寸法制棚出了问题？他就是这么说的。废物，不见。行，那我让他滚。平安。哎。怎么了，大少爷？田本昌和李家8房的姑娘，婚事是不是定了？
定了。把他们叫进来。啊？哦，好。大少爷，你这是何意？掷出如此低劣的烟台，竟然敢说是按照我落寞的寸法制棚？大少爷，您别生气啊，我们就是怕有辱落寞之名，所以才来向您请教的。我爹念旧情，除了你们田家的奴籍，还让你们用骆家的技术做点小生意。你们倒好，不肯花半点心思去琢磨如何制得出好墨，偷奸耍滑，拿骆家的成品出去招摇撞骗，有什么脸来找我请教？大少爷，您看，我们都快成一家人了。怎么个一家人？骆老爷不是从京城来信了吗？默许了你跟我们家华儿的婚事。我们家华儿的确是一位温顺的孩子，你放心，嫁过来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，为你们分忧解。算盘打得好啊！派儿子去娶一个李家出族之人，又把女儿塞给我。你们这父子俩口口声声一心莫道，但是做的什么事呢？只要能保得住田家的利益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，爹，大少爷，你别生气，你发发慈悲好不好？想办法帮帮我们。可以，田本昌，你去李家帮我借他们的磨坊来，我看看如何？这不可能，那是李家的秘方，岂有外借的道理？哎，你爹不是刚说了吗？娶了李家的姑娘，那就是一家人了，怎么是外人？我骆文松说话向来算数，而且恩怨分明。你只要能把那方子拿过来，我不但帮你制棚，我还让你们田家的制墨再上个台阶儿，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制墨。但如果借不来，田怀安，你就算把姑娘嫁过来，我也能休了她。骆文松，你欺人太甚啊！你别汤儿，你哎呀，爹，出去！这都已经你，大少爷，你的意思我心中有数了，这个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。爹，你为什么答应他？李真的我是不可能开口的。没用的东西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事关系到咱们田家磨坊的生存。现在连你妹妹的婚事都牵扯到里面了，你还不好意思开口？你想把两件事全毁了吗？荣华和他的婚事，我本就觉得不妥。那陆文松前后两位夫人都早早离世，别人都说他命寡克妻。再说他性格乖张，荣华嫁过去是万万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你懂什么呀？骆家是高门大户，华儿嫁过去那叫高攀，合着我们应该烧高香才是呢。你还不乐意了？你要是再这么糊里糊涂的话，我现在就到李家去，把你跟甄阳的婚事，我给你推了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你。这些年，我让你亲近李家八方，不是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。从小呢，我看你这孩子仁义，能成事儿，所以我才促成你跟甄娘的婚事。但爹要的比你多，我想的比你远。在徽州，这么多制墨行家，个个家底丰厚，代代有传承。我们田家呢，两手空空进入墨业，每走一步，那都得靠我们自己趟出来。这步步的艰险，你体会不到。
但是我不能不为咱们田家的前途着想啊。让你娶李珍，是这样；让华儿嫁给骆大公子，也是这么考虑的。你给我好好想想，想不通了别回来。这刚刚我看了磨坊的账册，这1、2个月间呐，又少了好几笔单子呀。石金河惭愧啊，没能留住那几个大师傅。六哥，这是怨不得你呀，这是祖宗的规矩定的，大师傅们的工酬1年1涨，咱们给不出来，人家自然是要走的。那些忘恩负义的混账，也不想想，他们制磨的本事是从哪儿学来的？走了倒好，省得我一个个发配。这外头的人离了心，最多也就拍拍屁股让他们走人，惹不起什么风浪。可若家里头也如此，那可就真败了。佳悦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娘，前几日我去开库清点，发现足足短了20两纹银，我忙叫人去查，发现竟是大嫂您支了出去，说准备给八房那个丫头添妆用。真娘，不管怎么样，她也是我们李家的女儿。我听说她的半副銮嫁都还没有凑齐，就想着帮衬她一些。且我之前时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以后从我的月例中扣，不动用宫中半分。这不是银钱的事儿，大嫂，八房已经除足了，他们家的事儿和你和李家没有半分关系。可是，这事儿不怪婉仪，是我让她把这笔钱支出去的。真娘是我们大家看着长大的吧？就当不是李家人，当个外姓寄养的女儿，咱们总该尽一些人情吧？七婶做事如此偏颇，这回寒了6房和7房的心。闭嘴！你七婶是李家主母，难道她做事还要你的同意吗？弟妹，既然要送嫁妆，还是我去送吧。我跟老八好久没见面了。好。转眼竟是如此多年，真娘都出嫁了。不管当年发生过什么，你终究是我们李家的孙女儿。你七祖母和你大伯娘都很惦记你，让我送些嫁妆过来。七嫂破费了。真娘，收下吧。七祖母，还有六爷爷，您身子都还好吧？老了，不中用了。难得真娘还记挂着我们呢。老八，我今天过来，除了给真娘送嫁妆，还有句话要说。真娘出嫁，这是咱李家的一件大喜事啊。作为长辈的，我理当祝福。但是，田李两家的婚事，你不能牵扯太多。六哥，您是何意？姑娘外向，嫁出去就是别家的人了。那你不能只为了心疼孙女儿，把自己一身的本事都带入田家。六爷爷，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自打我们八房被除了族，就再没有占过李家的一点好处。往日不会，今后更不会。六爷爷不是怀疑你爷爷，只是想把要说的话说在前头。我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，
这旁人不清楚，难道六爷爷您也不清楚吗？真娘担不起李家的好意，更受不起李家的嫁妆。劳烦六爷爷回去转告主家的人，哪怕真娘这一辈子嫁不出去，也不会贪图李家的任何东西。芝墨的本事早就忘了。刘哥，我还有一些活计要做，失陪了。都是你爱吃的，尝尝这桃花酥。远昌，几日不见，你怎么变得如此憔悴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真娘，我们家遇上麻烦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前些时日，我们家用落墨寸法制了新的烟棚，现在烧出来的烟台全部出了问题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请了许多大师傅去看过，都找不出是什么问题所在。真娘，之前我同你说的那笔订单，眼下就要交不上货了，违约要赔10倍，还是把磨坊全搭进去还不够。别怕，我不行，先把我攒的钱拿出来给你。真娘，我不能用那钱，但是我想向八爷借一张磨方。骆家大少爷说，只要有这方子，他就愿意出手帮我们解决烟棚的问题。真磨方是各家绝密，怎能随意外借？八爷已经不是李家的人了。按理说，他要愿意去别家当个大师傅，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不然这样，我请我爹拟一张聘书，把八爷请到田梦做掌事。够了，你别再说了，这绝无可能。真娘，我一定要保住田家磨坊，只有这磨坊在，我们就再也不用过那种看人眼色的日子了。我许过你的话，我一定会做到。我爷爷曾跟我说过，他一生所学皆为李墨，即便我们已经被出租，这一点也永远不会改变。此事于情于理，我无法帮你，我也请你不要去为难我的爷爷。真娘，请八爷出手，绝非有意为难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你我成婚，皆是因为你我两情相悦，我不希望这中间夹杂任何其他的东西。本昌，我从来没有图过你们田家任何家产磨坊，我嫁的是你这个人，我希望你也是一样的。真娘，我对你的一片真心日月可见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从没算计过八爷什么。此番也是我一时心急，才说出这些糊涂话。你别生我的气，你相信我，真娘。我自然是信你的。若是那笔订单真的要赔偿，我自是会与你一起承担的。要不然我做主，将家中攒给我的钱，先拿来给你。总之，本昌，我娘说过，做人只要腰板挺直，咬住牙往前走，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你说的对，真娘。区烟台，我会再找办法的。我早就说了，这事不能盘算到八爷头上。现在好了，真娘因为这事恼了我。爹，您满意了吗？自己惹的祸，自己解决。
既然李家不行，那咱们就去骆家，你我跪倒在骆大少爷面前，直到他答应为止。我不去，我再去试，就算拼上性命，我也要把烟烧出来。你个混账东西你！亲家母，这么匆忙把我叫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啊？啊，您再喝点水吧。谢谢亲家。哎呀，你哭什么呀？有什么事你说嘛，我哭管什么用啊？亲家母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您慢慢说啊。亲家，不怕您笑话。你也知道，我们田家以前是骆家的家奴。当年骆老爷在的时候，对我们还算客气。可如今，他人在京城，都很少回来。偏偏现在当家的又是那个骆文松，他对我们整天的呼来喝去，一点情面都不讲。这不，前段日子他得了一块千年松烟梅，何莫不成？就拿着我们田家刚刚接的一大单生意做要挟，就非逼着我们老爷，逼着老爷去，非逼着我们田家帮他讨要你们李家的磨坊。景福，田家老爷来找我，他们需要一张李家磨坊，如果不给，恐怕就要退亲。可是我怎么能给呀？就是冲着爹，我也不可能答应，更不能跟爹提一星半点儿。我犹豫了好久。本来想着我豁出去了，我去找七婶求一张李家的磨坊。七婶她不是不通情理的人，可是我满脑子都是你走时的样子。景福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哥，别试了。咱们田家在制墨上根基不深，能有多少本事？你就是再熬个几天几夜，也比不上人家几代的家传。骆文松研究新墨，你就也研究新墨，你这不就是跟人家？哥，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你就是想让人知道，这徽州除了骆文松，还有你田本昌这么一号人物。可惜了，现在不止生意做不成，眼看要到家的新娘子都被你折腾没了，对吧？你说什么？你不知道，爹娘今天撂下狠话，李家不给磨坊，咱家就退婚。可你猜如何？你那丈母娘愣是没松口。我去问爹娘去。哎，哥，爹娘的意思是，得了磨坊，田家欢喜迎亲；没有磨坊，他真娘才别想上喜轿。爹娘凭什么为难真娘？过了门的便是我田家人，田家有难，他怎能就置身事外啊？心疼了，哥呀，你要想护着他，也得有能护着他的本事，你说是不是？哥，你好好想想，啊。正良哥，我这天发誓，我爹娘的打算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我若是有了退婚的心思，
别叫我天诛地灭！你别同我说这些，我只问你一句：你到底娶不娶真娘？我田本昌，今生今世非真娘不娶。那你便去和你爹娘说。说到底，这事儿都因我而起。若不是我心急，不自量力接下棘手的订单，也不至被罗家拿捏。我知道真娘孝顺，我知道八爷风骨，我知道徽州末夜各家都将磨坊捂得死死的，不可能外借。我都知道，可是如果没有这磨坊，我家就得赔得干干净净。真娘就算嫁给我，也得跟我吃糠咽菜。为了这点啊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来，哎呦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啊！来，喝点粥。过几日我就要出嫁了，就吃不上娘给我做的饭了。你又不是嫁到天边外，田家离咱们家就几步路远，你常回来便是。那可不一样，以后每天早上醒来见到的，那就不是娘了。若是娘不想你嫁呢？那我便不嫁了呗。反正华儿还没嫁人，反正本昌一直都在，我就一直陪在娘身边。哎呀，快来帮我搭把手！哎，哎，来给我。来，哥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本昌家出了些状况，婚事一切从简的。我方才遇到本昌，他说田家的事儿都解决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说是那陆文松得了陆家老爷的信，肯帮忙了。太好了！前几日本昌哥为了这个事情苦恼了好几日，这下总算解决了。咱真娘呀，要风风光光出嫁。没错，咱真娘要风风光光的嫁。走，放东西。哎，我拿。良辰。好。哎呦！多谢。真娘拜别爷爷，拜别娘。爷爷也祝你们俩百年好合，白首偕老。
叔，今日是我与真娘的大好日子，您这是何意？你田家打的一手好算盘呐，想借着与八房的婚事谋夺我李家的磨坊，真是机关算尽，用心良苦啊！但是田家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人算不如天算。我李景东把话放着，不交出我李家的磨坊，今天你这婚事成不了。景东叔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请祖师选起。祖师玄奇，非10万火急不可擅动。李景东，你大动干戈，请示祖师玄奇，意欲何为？让一下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不可以混说。让一下。我是不是混说？真娘，陈三爷，您一会儿怎么了便知。李景东，你想干什么？真娘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。田家小子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没有我李家的磨坊，那骆文松会帮你们田家吗？李家的磨坊？什么磨坊？真娘，你别听他的。景东叔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李景东，你无凭无据，你凭何冤枉我们？凭据就在你的嫁妆里。你血口喷人！娘，娘，爷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李景东，你就是胡说八道！我们何曾偷送过李家磨坊？八爷，你敢当着祖师玄奇的面发誓真娘嫁妆里没有我李家的磨坊，你敢吗？我李金水，一生一墨为志业。即便这些年我没有制墨了，但墨行的规矩，我还是谨记于心。我没有，也不可能将李家的墨方泄露于他人。八爷，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骆家要我李家磨坊才肯替田墨解围，这些事儿我都打探得清清楚楚，你居然还在抵赖？不是这样的，八爷，你莫听他的。爷爷，他就是在胡说八道。是不是实情？一搜嫁妆便知。来人，给我搜！不可，不可搜嫁妆。本昌，别拦着，让他们搜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搜出什么东西。景东，记住我。景东啊，即便有事，也应该在李家之内解决。当着众人耍横，丢的也是我李家的颜面呐！齐神，景东所作皆为李墨，景东问心无愧。若是我今天冤枉了八爷，我愿接受一切责罚。可如若真是八房泄露了我李家磨坊，也请八房在祖师爷的玄旗下面，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何以至此啊，景东？齐神，为了李家，请您一景东一罪。收到了，收到了。
你如何解释？是我李振良不忠不孝，为田家偷拿磨坊，一切罪责都在我李振良身上，与我爷爷、我娘、真娘都无关的。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正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赶紧说呀！说话呀！本章说，这磨坊关系到他家存亡，我们不给磨坊，你便要跟着田家吃一辈子苦。时刻不好，更没有别的法子。哎呀，你这傻孩子，你怎么能做这么蠢的事啊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是把真娘给害了呀？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正良啊，大叔，我井字辈4个兄弟，如今还能喘气儿的，就剩一条腿的我李景东了。你曾说过，自己受李默供养，学的这身本事，便当报之李默，此生绝不会做有愧于祖宗的事儿。可是，你的儿孙呢？今天，当着祖师玄奇的面，给我们一个交代吧！爷爷，祖师爷在上，李金水家教不严，致使李家磨坊险些落于他手，愧对李氏列祖列宗。弟子李金水在此蒙师，从此退出磨行。如若被弑，愿受永入无间地狱之苦。祖师爷，借您原作莫听一用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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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人的一个交代。爷爷，
真娘，即使在即，你闭嘴！爷爷，您起来。爷爷，真娘，疼吗？我没想过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。真娘，我做这些都是想让我们以后过上好日子。我是真心爱你的，真娘，你相信我，真娘。你闭嘴！田文超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。你照顾我有加，我们不仅有情，还有恩。你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，可是今日你把这一切都毁了。我说过，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底线，所以文超，我们两个便缘尽于此吧。既然这桩婚事源于此磨坊，便也终于此磨坊，到此为止。周湘君在此，便一同为我李真做个见证。我与田家的婚事，并非他田家不娶，而是我李真不嫁。李真今日在此，便主动退下这门亲事。真娘，真娘，爷爷，娘，哥，咱们回家。回家。真娘，真娘，真娘！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说呀，李真退婚了，那个磨坊也被撕毁了。啊，有点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苦心经营多年呐，就差这一步啊！只要把真娘娶回家，拿到李家磨坊，咱们在磨业，他就站住脚了。景东这个混账东西，他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还有真娘，这个小丫头能耐的，她竟敢当街退婚，你让我们田家人以后颜面何在呀？好在人家骆大少爷把张主部那单生意给接过去了，不然咱们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你知道什么呀你？妇人之见，你真的以为那骆文松能转性，是好心想帮衬咱？错啊！他这么做是堵咱们田家的后路，这事要传出去，那田家不是无能的表现吗？
只有李家和骆家帮咱们才能成事儿。那整个徽州，谁还信得过咱们田家？以后这生意，谁还敢给咱们田家？站住！不是自己家里你进进出出，跟做贼一样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娘，您晚上就没怎么吃东西，把这个羹喝了吧，身体要紧。真阳的婚事到底还是没成啊？是啊，今天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只怕真娘往后再要嫁去可就难了。以这丫头的性子，她都未必怕这些。可是景东这么一闹，恐怕真的要和朱家断了根儿了。喜事迎来送往的那些花销都打了水漂，没了田家的帮助，以后八方的日子很难熬。这样吧，老爸以后做的那些东西，吩咐下去，多采买些。本来是成亲的大好日子，这嫁的呀还是有家有业的田家，这让咱们陈文栋多少人家那羡慕不来的好运道。就是当街悔婚，这丫头是不是傻？这以后可怎么办呀？娘，哥，别忙了。真娘，你干嘛去了？咱们今天啊，加个菜吃。真娘，你是哪儿弄的？肉铺张叔搬搬搬送的。这肉铺张啊，平时爱计较，最见不得女子流泪了。我到那我就跟他演，我说：“张叔，你看我们家出了此等变故，家里娘亲跟爷爷都吃不下饭食了。”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只5文钱就卖了我这么多。那张叔还给我切了好多五花肉呢。说如今爷爷这牙口不好了，怕吃骨头，硌着牙。你呀，他们背后嚼我舌根，我堵不上他们的嘴，我自然要从中占些好处了，这样才不亏嘛。娘没有怪你，娘是怕娘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只是这婚是我自己退的，不值当后悔。更不知道让你跟爷爷，还有哥哥替我难受。今早我替爷爷去了李家，将当初带回来的手稿已经退回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跟李家、跟田家，全无半点关系。城门洞李家，就只有我们一家4口，咱们好好吃饭，好好过日子。你说的倒轻巧。哎呀，娘，我肚子都饿了，你快点给我熬点大骨头汤吧。快去，快去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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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娘这就给你去炖。嗯。爷爷，
了。